像这种规模的大会，普通的天仙都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。若是遇到了两教起争端，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小弟子强行站出来，对着两群自上古年间就在三界混日子的三教大佬们一阵嘴炮，那得是吃了几个雄心主角胆才能干出来的荒唐事啊！估计啊，还没开口说完一整句，就有暴脾气的三教大佬一巴掌拍下来，拍死之后再骂骂咧咧的道一句：“哎，这谁家小弟子这么不守规矩啊？”所以，直接露面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主动迈入风口浪尖，更是决然做不到之事。李长寿只能承诺，如果两教高手真的打起来，他在跑路之前会提醒一下人教道成，并在心底大声呼喊那个男人之名。这艘宝船进入中神州境内之后，特意飞得稍微高了一些，在船首打出了渡仙门的标志。掌门也放出了自己金仙境的气息，就算是这般，遇到一些明显被大山笼罩的山岳湖泊，渡仙门的宝船也会提前绕行。渡仙门在东胜神州还算是有些知名度，但到了虎踞龙盘的中神州，也只不过是一个中等意思的仙门，在三教仙宗排位更是处于中下的中下也就是后台稍稍的硬一点，有人教大师兄的影子。宝船一路直走不停，顺着云路向西飘离。第一次来中神州的李长寿也算是开了一次眼界。穿云过天边，星月夜相伴，汉泽清烟波，川涌千江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掌门当日主动让出自己的套间给两位年轻弟子处理急事，这在渡仙门一行私底下被传为了佳话。还好那天没什么其他的笑料，宝船也没什么明显的晃动。王琦解了药性，就与刘燕儿一同找了一个角落躲了起来，羞煞的不敢见人。在空中飞了21日，渡仙门的宝船终于是驶入了金宫门附近3万里。高空云路也渐渐的热闹了起来，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有展翅1000丈的巨大飞禽在高空缓缓划过，也有将整座山拔起当作宝船来用，山体周遭包裹着一道道仙光，不断撞碎朵朵白云。李长寿看到这一幕时，也在暗中多观察了一阵。这个东西就是我小琼峰流浪计划最初阶段的完成品。离三教源流大会会场还有8000里时，上下左右的云路已经能见到不少人影。大会虽然还有半年开始，但有不少仙宗都选择提前半年前来此地，以表示对三教源流大会的重视。渡仙门这艘宝船离这会场仅剩1000里时，不出所料，又堵云了。李长寿的仙识扫到了这一次大会的场地，那是一处形状规则的圆形盆地，似乎是用神通轰击而出。盆地底部有着灵光四溢的湖泊，水面上飘着一朵朵金色莲台，湖边分布着一只只蒲团，放眼望去，这些蒲团的总体布局又宛若一朵莲花盛放。这次大会限制了各仙宗来人的数量，每家不得过百，所以渡仙门一行总共99人。这次三教源流大会是由5家道成联手举办，其中2家截教道成，2家阐教道成，1家人教道成。人教虽然总共只有6家仙宗，但给人教6仙宗安排的座位区域却占了总场地区域的1/6，故哪怕是实力不行的渡仙门也能有一个不错的观景之地，十分接近那片灵湖。渡仙门的宝船飞到距离会场还有数百里，有10几道身影驾云向前迎来。前来迎接的自是人教道成，也是此次大会5家主办仙宗之一，
宗名逍遥。这门派名随性写意且普通，但是这家道场确实不简单。单单只是在此地负责迎宾的就有2名金仙、8名天仙，以及6名尚未成仙但资质绝佳的年轻弟子，这让渡仙门一行也是稍感压力。然而李长寿发现，这个逍遥仙宗某方面应该跟他们渡仙门差不多，甚至还严重的多。此地的6个弟子，有4人已经失去了先天阴阳气息。天仙的本源如何，李长寿倒是看不透，但是从8名天仙4男4女的搭配，以及他们驾云时的亲密程度来看，最少也有2对神仙眷侣。哈哈哈哈，真是人教特色呀。由此可见，大法师为了人教发展有多么的努力，让人教弟子们殚精竭虑。逍遥仙宗一行人迎到近前，最先2名身穿道袍、中年面容的金仙已经开始仰头大笑，声传数百里，生怕旁人听不到一般。其他4家联手主办大会的仙宗都已经接待了不知多少波同教中人，而他们逍遥仙宗前前后后总共就只有5次登场的机会。按洪荒的老规矩，笑得越久越显得亲近且没有敌意。无忧师弟，6000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托师兄的福，一切妥当。各位长老也都迎了上去，除却忘情上人之外，大多都是笑着找人攀谈。而那6位逍遥仙宗的弟子们也热络地迎了上来，找渡仙门的弟子们交流。这一次大会能走让3教1家亲还是未知数，但他们都是人教道成，若是今后能够修成金仙，也都会以师兄弟、师姐妹互称，互相之间不能显得太生分。身为真领队，有秦玄雅轻轻皱眉，背着大剑走到了众弟子身前，顿时让这片天空多了几分光亮。身为凑数领队，李长寿含笑躲在弟子堆中，看己方一群弟子主动迎上去，与那6位逍遥仙宗的年轻弟子攀谈，他也乐得没人关注。不多时，渡仙门长老收起宝船，一行99人随逍遥仙宗迎宾之仙驾云进入了盆地会场。他们果然被安排在了靠前的位置，独占一片湖边的区域。不同于龙宫那次大会，这一次金仙、天仙与真仙、未成仙之人都在一同入座，各家仙宗也都是这般一般无二，没人能搞特殊化。湖面上的朵朵金莲宝座，明显是给那些昆仑山玉虚宫、海外截教众仙岛的仙人所留。李长寿粗略地计算了一下金莲宝座的数量，估计仅是截教几家道场稍后的来仙，就能把湖面给挤爆了。渡仙门一行刚刚入座，渡仙门掌门就与几位金仙道友去了云端闲聊。各位长老也并未太约束弟子，努力体现他们人教清静无为的表面特点。然而有秦玄雅着实是有些引人注目。不多时，就有一名长相儒雅、身穿白袍的年轻仙苗，踏着行云流水的步伐，从隔壁逍遥仙宗的区域漫步而来。这人到了有秦玄雅的面前，露出温和的笑容，散发着卓然不凡的男子魅力。这位师妹，我乃逍遥仙宗掌门一脉曹之。锵啷一下，有秦玄雅背后大剑突然出鞘，他纤手拨弄，大剑行云流水，盘旋半圈，直直地插在了此人身前，剑刃距离对方的脚尖只有半寸。得罪，告辞，师妹勿怪。这人识趣的道了句，匆匆退走，惹来逍遥仙宗几名弟子接连不断的笑声。有秦玄雅全当无事发生，静静地盘坐在那儿，闭目养神。渡仙门一行最角落的位置，
自然是李长寿的专属。他身旁就是矮道人九乌的位置，只是九乌去跑腿了，此刻并未回来。刚进入这一处盆地，李长寿已经用仙石探查了此地的出口，并且制定好了撤退的路线。地下存在逆五行大阵，五行遁术无法施展。他放开心神，开始施展风雨咒监察四周。但是这一次风雨咒刚刚催发，李长寿的耳中就听到了一阵嗡鸣，元神微微发晕。还有这般反探听的禁止，洪荒之大，当真是不可小觑各路大手子。这是渡劫飞升之后风雨咒第一次不灵。李长寿暗中皱眉，闭目打坐，元神一撞，瞬息解除。当真以为我只有风雨咒这一种被动监察之法。不错，我还真就这一种被动监察之法。主动探查之法虽然是五花八门的，但是被动监听各处并非是一件容易之事啊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李长寿正在思索对策，仙石也在盆地各处蔓延开来，发现有一行人在自己背后不远处路过，似乎是逍遥仙宗之人。其中有一个汉子最为引人瞩目，身形十分的壮硕，应该是走的肉身修行。这个气息怎么有些熟悉啊？正此时，那汉子也在李长寿的背后停下步伐，壮硕的身体朝着李长寿这边探着，可爱的脸蛋上满是疑惑，盯着李长寿的侧脸仔细地看了一阵。这气息，这铁塔般的身形，还有这张可爱的脸蛋儿，李长寿道心一颤，突然一个机灵，已是认出了这是谁。几乎同时，这铁塔少女也是双眼放光，那只砂锅大的拳头放在努力张大的樱桃小嘴前，大眼中满是亮光，惊讶的尖叫一声：嗨！灵力！李长寿突然一声低喝，直接震断了对方的喊话。瞬息间，他左手向前探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住这铁塔少女的脖颈，直接将她脸朝下摁在了自己身前的草地上。砰的一下，只听一声闷响，地面晃了几晃。李长寿手疾眼快，身形未动，左手摁着对方那颗娇小的脑袋与壮硕的身躯，直接将对方的面孔印入草地。刚才如果不是我动手够快，这个家伙那句海神就喊出来了。这个怎么办呢？他说海，我难道要回去 hello？ 此地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，也不可能直接用三昧之眼把他给扬了呀。瞬息之间，李长寿已经有了决断，他暗中用仙石直接对着少女传声，但是脸上却露出了一副激动的表情，口中喊着：灵力，怎么在此地遇到你了？暗地里传声道了一句：敢喊出那2个字，明天就让你村长过来收拾你。快喊表兄，我在这里有关乎熊寨生死存亡的大事要做，你若是暴露了我的身份，熊寨危矣。懂了就哼3声。熊灵力粗壮的四肢抖动着，在大地上发出了一阵哼哼哼的响动。他真的懂了吗？此时旁边逍遥仙宗之人已经反应了过来，朝着他这边皱眉观望着。那几个与熊灵力一同前来的弟子却都是齐齐露出了震惊之色。几方渡仙门众人也都看向了李长寿这边，松开手掌，李长寿面带微笑，目露感慨。熊灵力双手撑地，将自己的脸蛋在地面拔了出来。他那张明显是大眼长睫毛可爱少女画风的脸蛋此刻沾着泥土和草屑，却神情激动地看着李长寿，张嘴就喊了一句李长寿眼睛一瞪，熊灵力瞬间缩脖子，重新改口喊了一句表兄。灵力啊，这么多年不见了，又长高了不少嘛。
李长寿笑了笑，熊灵力却是一阵点头，莫名的眼圈就有点泛红，低头嘟囔一句：我没把你卖了，也没把你搞丢。周围那些逍遥仙宗、渡仙门、隔壁某不重要的人教仙宗的长老、执事、弟子们头顶上纷纷长出了小蘑菇般的问号。忍了一路没找李长寿胡闹的九九，以及在前方原本面若冰寒的有情玄雅，此刻都已经是站起身来，注视着此地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李长寿的心底暗自计较，出于各种方面的考量，我宁肯暴露一小部分的修为底牌，也不能暴露我是南海海神，影响到我在玉帝那边的信誉，还则罢了。若是惹来西方教的关注，将严重威胁到我的小命的安全。于是李长寿只能顺着熊灵力的话接下去。那次是我执意离开，寻仙修行，倒是委屈你了。灵力啊，你肯定被你们村长责骂了一番吧？暗地里却是继续用仙石近距离传声。别提这事儿，我确实是海神不错，但我只是海神的一具化身。海神救苦救难，有数以万计的化身，我这具化身也有自己的使命。灵力，你说一些你的近况。熊灵力眨眨眼，那双大眼中满是崇拜。李长寿又开口笑道：不过灵力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熊灵力表情更加委屈了，小声道：表兄，我爹娘又生了个弟弟，把我送到这边来，让我找师傅学法术。哼，果然就跟隔壁六大爷说的那样，他们有了小的就不疼大的了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